它卖点做得很满，可实际做得很虚。公版协议能握手就能看，但全协议转换线仅仅是噱头，机身不小，持续功率输出却拉胯，平时文波正常，关键工况还有可能会突然失控。兄弟们，你们一直催更的这台威森140瓦4口氮化镓平显充电器啊，我们今天来测它，说它像安克140瓦的平替仿品，外观像，卖点像，连平显都很像。但我一直说像不像不重要啊，关键是策略、用料、底线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期我们先不站队，先用仪器把140瓦能扛多久，多口会不会掉档，兼容性稳不稳跑出来。后续拆解，我们再看内部的电路，它到底是模仿出了真本事，还是只学会了模仿而已？咱们用证据说话啊。现在看到的包装盒，白色底色，充电器的实拍图片，威森的 logo， 氮化镓4口，写的是极速快充。背面是规格信息，我们打开包装盒，抽屉式的盒子，内部还有一个天地盖的盒子，充电器本体，使用说明书，还有一张合格证，外面有一张膜，威森的 logo， 140瓦氮化镓的 logo， 这边有斜面纹理设计，屏幕区域上面有一张膜，我们把它撕掉。4个充电口的设计，内部的色片全部都是橙色。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充电器长得像不像啊？都是圆润的设计，外观几乎是差不多的。充电口部分、平显部分、壳体外观、交流插座的底部，这个设计语言几乎是差不多的啊，确实是长得很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维尺寸，厚度是36毫米，宽度大约是69毫米，这边的高度也是69毫米，连折叠插脚高度85毫米。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重量385克，单充电头重量243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显示逻辑，插上电以后显示总功率界面，如果没有充电口输出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动画的界面啊。按一下触摸按键就进入4个充电口分别功率显示的界面，再按一下就是温控界面，再按一下又回到总功率界面。这个显示逻辑是很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氮化镓极速充电器，型号是 X140S， 输入电压100至240伏，全球电压。C1 口输出最高功率140瓦 ，C2、C3 口输出最高功率65瓦 ，A 口输出最高功率30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啊。制造商深圳市威森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制造，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非热带地区使用，循环10年。这个循环10年是表示10年内充电器不会有有毒物质泄出。双路绝缘，室内使用，请勿扔向垃圾桶。3C 认证，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4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啊。首先是 Type-C 1口，有融合快充44瓦、高通 QC 3.0 的快充协议。华为 FCP 功率显示的是36瓦，华为 SCP 功率显示的是40瓦，三星 AFC 24瓦。这一个是传音的快充协议啊。PD 3.1 140瓦，1.2 PBS QC5。PD 3.1 点进去，固定档位6个，最高28伏5安140瓦。PBS 只有一个5至21伏5安的档位，然后下面是 AVS 15至28伏140瓦。DCP SAM Apple 2.4 3个基础协议，然后这是 C3 和 C4 口的协议啊，这两个充电口检测出来是一样的，而且两个充电口前面安卓协议跟 C1 口是一样的，只是这个传音的协议到这里变成了展讯的快充协议 ，PT 协议变成了65瓦，然后就是 PBS 变成了3安，3个基础协议跟 C1 口也是一样的，然后这就是 A 口的协议啊。这个充电口除了没有 PD、没有展讯和传音的快充协议以外，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接下来要测试的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快充兼容性啊。如今这种140瓦以下级别的充电器，针对的用户大多数都是手机用户群体。首先是华为和荣耀的设备。这一轮测试我们可以看到4个充电口全部都可以支持华为的 SCP 的协议，真实功率都只有19、20瓦的样子。至于前面协议检测看到的40瓦的 SCP， 那个只是写给你看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荣耀的 PBS 啊。这一轮测试下来，大家也看到了啊，就是因为 SCP 的原因啊，4个充电口、3个 C 口 PBS 都是握手不起来的。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iQOO Z10 Travel，55瓦的 PPS， 它也是可以支持的。Type-C Eco 可以启动55瓦级别的 PP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40瓦左右。C2 和 C3 口启动的是30瓦级别的 PPS 快充，真实功率在21瓦左右。小米生态对于公版 PPS 支持，它暂时只放开了33瓦。Type-C 1口启动的是固定档位 ，Type-C 2口也是启动的 PD 固定档位。Type-C 3口反而还启动了 PPS 快充啊，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1瓦左右，这个也是个30瓦级别的 PPS。我们再来看绿厂的设备啊 ，Type-C 1口启动超级闪充，这个启动的是 UFCS 44瓦的融合快充。C2 和 C3 口都是启动的超级闪充，这个是走的30瓦级别的 PPS。A 口的话我们就不用试了。关于3C 手机，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就可以了。从以上测试可以看到 ，C1 和 C2 口可以启动快充 2.0，C3 和 A 口就只能启动普通的快充了。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充电器做实际充电测试。首先是融合快充，我们用这部 OPPO 手机来，这部手机的电池是7000毫安，目前电量还有 5%， 我们充电看数据。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这个是融合快充的标准曲线啊，起始功率32瓦。充到 85% 的功率37瓦，然后逐渐下降功率，充到 95% 的时候就转为5伏的涓流进行充电。这手机从 5% 的电充到 100% 的电，一共花了1小时08分钟。关于充电器的温度，我们来看温度曲线图。充电器壳体温度最高的时候是在40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20度左右。我们用这部苹果16 Plus 来测试 PD 的充电曲线，它的 C2 和 C3 口是65瓦，一副苹果手机是足够用的。我们就用 C2 口来进行测试，这部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个16 Plus 已经97个电了啊，我们只看0到80的充电曲线图，整个充电曲线基本上是跑标准了。前面1分钟为关机充电状态，开机以后峰值功率充到36瓦，然后第一阶段功率27瓦左右啊，只持续了6分钟，这个持续的时间有点短，然后逐渐下降到21瓦的第二阶段，持续了10分钟时间。第3阶段15瓦功率，持续了8分钟，最后是9瓦的功率，持续了7分钟时间。这个手机从0到80一共耗时57分钟。给这个苹果手机充电，这个充电器的壳体温度在34度的样子，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还是20度。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Z10 Travel Pro， 我们用这个手机来采集公版的100瓦 PPS 充电曲线。目前这个手机是 1% 的电量，我们充电采集数据。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啊。100瓦 PPS 握手成功以后，功率攀升到80多瓦的功率，但是只持续了40秒钟。后面降到36瓦的功率，充了1分钟时间，又涨到72瓦，充了3分多钟，降到63瓦功率，充了1分多钟。后面是43瓦的功率，充了8、9分钟时间，后面14分钟，平均功率大概是在42瓦左右。这个时候电压就降到了9伏的电压在充电了，功率是27瓦。充了大概4、5分钟，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部手机从1%到100%，一共花了42分钟。这个手机电池是7000毫安，这个曲线跑的也是没问题的。给这个手机充电过程，壳体温度最高是43度左右，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8度。买这个充电器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带这个私有协议转换线的一个套餐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用这个私有协议转换线来测试各个品牌的私有协议充电曲线，看它究竟是破解图标还是真的能把功率曲线跑完整。我们拭目以待啊。首先是用这个荣耀手机，我们来跑华为的100瓦私有协议。目前手机的电量是刚刚充开机啊，我们采集数据。兄弟们，现在手机已经73个电了啊，我想着这个应该充满了吧，有30分钟了。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这个充电曲线图我真的很无语啊。大家看正常的华为荣耀100瓦曲线，不管是 PPS 还是私有协议，它都是一条路跑到底，高压平台、关键切档、长波收功率逻辑都是很顺的。像这根所谓的协议破解转换线一上，直接变成反复掉电、反复重协商、电压乱跳、功率起落跟过山车一样，最后手机干脆判你不靠谱，退回5伏慢充。所以大家自己掂量一下吧。我们再来看蓝厂的90瓦私有协议，看它是什么跑的啊。目前这个手机只有 1% 的电，我们充电采集数据。现在手机已经62个电了啊，充了接近35分钟时间。前面10分钟我是一直看到这个功率维持在42瓦左右，
它的电压始终上不去，我就重新拔插了一下充电器，结果还是42.3瓦，我就不管它了。竟然在13分钟的时候功率就降到了31瓦啊，一直这样冲过来。像这种功率的话，我为什么不用 PBS 公版协议或者融合快充的公版协议呢？我为什么要多花钱买一根这个所谓的协议转换线？有什么用呢？ OPPO 的80瓦，小米的100瓦，我都用这根全协议的转换线都跑了，曲线确实能够跑完整，不像华为和 vivo 那样疯狂的掉电重接双，看起来规矩不少，但是问题也更扎心啊！功率天花板只有40多瓦，也就是说它更像是把握手流程做出来了，让手机按照私有协议的节奏走，但真正该上的80瓦、100瓦平台功率它根本没有上去，跟原装充电器一比，效果还是差一大截啊！所以全协议转换更多还是噱头吧。这个充电器有28伏5安140瓦的档位，我们看它的140瓦输出能力怎么样啊？如果它能够运行40分钟以上的话，这个依附笔记本的动态负载是没有问题的。能不能经过这个考验，我们拭目以待。这个140瓦的烤机测试，我一共做了2次。我们先看第一次的烤机啊，大家看充电曲线图，140瓦输出，真实功率是138瓦输出啊。一共持续了36分钟就关断了输出，这个时候壳体的温度采集线踩到最高是60摄氏度左右啊。第二次烤机测试，我们一样的看充电曲线图，同样是138瓦的真实功率，输出了36分钟就直接关断了啊。这一次采集线踩到最高温度是56摄氏度左右，两次用热像仪踩到的温度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采集线附近最高温度63.5度，另外一面的温度为60摄氏度。充电口附近75摄氏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都是在18度左右。这一次我做的是双口并发烤机，两个充电口都是输出65瓦的功率。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这一次充电器总的输出时间比140瓦多了大概2-3分钟时间，在39分钟的时候，两个充电口都关闭了。这个时候采集线采到的温度，最高温度是70摄氏度。这个采集线这里有一个陡升，是我把采集线移了个位置，因为采集线没有放到最高温度的地方，但是我用热像仪重新采集3张温度图片。采集线附近是77摄氏度，另外一面的温度是70摄氏度，充电口的温度直接逼到100摄氏度，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啊！因为双口并发，它的总的电流是6.5安，所以它比140瓦5安的电流要高一些，所以造成它内部的温度直接逼到100摄氏度。这是这个充电器第3次烤机了啊，这一次是100瓦输出，本以为可以长时间输出的，但是我们看充电曲线图，100瓦烤机真实功率98瓦，只输出了57分钟时间就关断了100瓦输出。采集线踩到壳体表面的温度是66摄氏度左右，同时热像仪踩到采集线附近67摄氏度，另外一面温度65摄氏度，充电口附近的温度为85度，100瓦都坚持不下来，兄弟们你们怎么看？我们现在对这个140瓦充电器专业数据的测试啊，首先是转换效率，测试过程很枯燥，但是我的视频是分了章节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哪个章节去进行观看。首先是交流低压测试，这个屏幕亮起的时候，它的待机功耗为 0.6 瓦，屏幕熄灭以后，待机功耗为 0.3 瓦，这个是经过10几分钟的测试下来的结果。15瓦功率，110伏输出 19.9， 也就是20瓦，这边直流输出 15.6 瓦，折算转换效率 78%。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3.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3%。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3.2 瓦，这边直流输出 36.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45瓦功率，110伏输出 53.98， 也就是54瓦，这边直流输出 45.8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60瓦功率，110伏输出 69.1 瓦，这边直流输出 59.9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13.6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9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7%。140瓦功率，110伏输出 157.8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8.9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现在是交流220伏状态，经过10几分钟的测试，它的亮屏待机功耗是 0.7 瓦，它的熄屏待机功耗是 0.4 瓦。15瓦功率，220伏输出20瓦，这边直流输出 15.5 瓦，折算转换效率 78%。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3.4 瓦，
这边直流输出 27.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2%。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2.9 瓦，这边直流输出 36.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3.8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6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5%。60瓦功率220伏输出 68.4 瓦，这边直流输出 59.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100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11.6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140瓦功率220伏输出 154.4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8.6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咱们来对它做最后一项测试啊，就是交流文波，它的表现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首先是 Type-C Eco，15瓦功率，文波最高 43.7 毫伏，平均文波 32.9 毫伏。27瓦功率，文波最高 52.4 毫伏，平均文波 44.2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53.95， 也就是54毫伏，平均文波 45.4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 48.5 毫伏，平均文波 41.7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 41.1 毫伏，平均文波26毫伏左右。100瓦功率，文波最高 48.7 毫伏，平均文波 32.7 毫伏左右。现在是最高功率啊，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3.7 毫伏，平均文波94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C2 口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42.97， 也就是43毫伏，平均文波 39.7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63.1 毫伏，平均文波 58.2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71.9 毫伏，平均文波 67.7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 77.3 毫伏，平均文波 72.4 毫伏左右。65瓦功率，文波最高 73.1 毫伏，平均文波 69.2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Type-C 3口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8.6 毫伏，平均文波 45.8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73.6 毫伏，平均文波 70.6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我刚想夸它一下，我还说着前面的各项文波测得很平很稳，测着测着就突然大幅度的跳动起来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时候最高文波都搞到300-400去了，我让它一直输出了10几分钟，最后现在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5.5 毫伏，平均文波 81.5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88.9 毫伏，平均文波 84.8 毫伏左右。6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83.8 毫伏，平均文波 79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USB-A 口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53.5 毫伏，平均文波 48.6 毫伏左右。大家看啊，这个 A 口它又出现问题了，9伏3安27瓦的时候，它又在乱跳起来了。这种波动幅度是非常吓人的啊！大家看一下，490毫伏了，这个内部电路设计肯定是有问题的啊。现在是经过10几分钟过后啊，文波基本上平稳了。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3.5 毫伏，平均文波 73.2 毫伏左右。12伏档位30瓦功率，文波最高 76.5 毫伏，平均文波72毫伏左右。20伏档位30瓦功率，文波最高 57.4 毫伏，平均文波 53.7 毫伏左右。兄弟们，这台威声140瓦平显氮化镓充电器，按照我的流程把它的项目都跑完了啊，多口功率分配我也没有必要再测试下去了。说一下它这个唬人的卖点，就是这根所谓的全协议私有转换线，结果实测下来，整体功率根本达不到该有的水平，反复握手、乱跳电压，这些现象咱们都不说了啊。说白了，它不是把私有协议转换成功了，它只是把流程给你演示了一遍而已。真正的充电的话，还是不敢恭维啊。先说兼容性，这就是一台连如今快充生态都没有摸清楚的工程师做出来的产品。它能握手成功的融合快充、苹果 PD 曲线确实都能够跑出来，能跑完整也可以跑规矩。PPS 100瓦握手成功后，完整曲线也能走，但问题是真正决定它值不值得买的是兼容性、持续输出、温控还有稳定性，而这台机器恰恰就是在这些核心项目上连续翻车。再看充电器的烤机部分，这个充电器体积已经不算小了，这么大的块头，100瓦长时间稳定输出应该就是底线。结果140瓦36分钟，130瓦双口39分钟，100瓦仅仅输出57分钟，它也要关闭。而且充电口附近的温度最高的时候能够冲到100摄氏度，
这就不是小体积功率翻车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大个子没力气，比小钢炮翻车还尴尬。最后就是4个充电口的文波，正常空况下其实不算难看。C1 口满载140瓦，也就113毫伏，其他口大多数都在88毫伏以内。但问题就出现在它不是一直差，它是会突然失控。C3 和 A 口都会出现异常的文波突变，直接飙到接近500毫伏。像这种平时像样临界翻车的机器，我个人是最反感的。平时正常不代表关键的时候正常，你今天给手机充电没事儿，不代表明天还是没事儿。所以这台充电器我给的最终评价就是它卖点做得很满，可实际做得很虚。公版协议能握手就能看，但全协议转换线仅仅是噱头，机身不小，持续功率输出却拉胯。平时文波正常，关键工况还有可能会突然失控。这种产品拿来拍视频可以，真要我给粉丝购买建议的话，那就是3个字：别碰它。车是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斋，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